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烦恼，就是我们用来洗脸洗澡的毛巾用上一段时间后，经常使用的部分就明显变黑了，脏兮兮的，摸着滑腻腻的，甚至闻着还有点异味散发出来。这样的毛巾就说明上面布满了各种污渍细菌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好好的一条毛巾的价格可不便宜，丢了挺可惜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将毛巾清洗干净，恢复如新呢？别着急，下面就教大家一个清洗的好方法，能让你的毛巾迅速恢复洁净如新，而且不会对毛巾造成任何伤害。一起来看看吧。准备一个盆，需要清洗的毛巾直接放在盆里，来一点洗洁精，一勺小苏打，白醋一大勺。把这3种物品都倒入一些在毛巾上，毛巾上残留的一些人体分泌的油脂，洗洁精就能发挥作用。它本身就是用来清洁碗盘油污的，有着很强的去油作用，也就能帮助把毛巾上的油脂给清洁掉了。我们再烧上1壶开水，把开水冲在毛巾上，也同时把洗洁精、白醋和小苏打冲散溶于水中。开水的高温还可以把毛巾上滋生的细菌和螨虫都消灭。就这样让毛巾在这个溶液中浸泡上10几分钟的样子。白醋的作用则是可以软化，白醋中的醋酸具有很好的软化作用，既可以帮助把毛巾上的脏污软化，更好的清洁干净，而且它也能软化毛巾纤维，使毛巾经过清洗后恢复柔软，不会再有发硬的问题了。小苏打大家也很熟悉，它是呈碱性的，有着很强的清洁作用。平时在清洗一些瓜果蔬菜时，加入一点小苏打，就能有效地把瓜果蔬菜清洁得更加干净。我们利用它来清洁毛巾，也能帮助把毛巾清洁更加干净。水温变冷，没有那么烫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毛巾拿在手上简单的搓一搓。经过浸泡后，毛巾上的脏污都被溶解，搓一搓就把脏污都搓了出来。清洗毛巾的水就变得非常脏了，而我们的毛巾也明显干净了不少。最后，我们换干净的水，把毛巾再次反复搓洗一下，将上面的残留漂清，这样原本脏兮兮的毛巾就清洁好了，变得干干净净的，我们可以放心使用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再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个问题，很多人总说毛巾用时间久了，洗是洗得非常干净，但是我家毛巾的毛特别的硬。那么今天再教大家一招，可以轻松让毛巾上的毛变软的小技巧。我们准备一个盆，在盆里倒入我们家中常用的白醋，然后倒入一点温水，把白醋稀释一下就可以，不要太多。接着把毛巾放到白醋里，全部浸泡在白醋里。这时我们准备一个保鲜袋，把我的毛巾折叠一下，放在保鲜袋里，保鲜袋把毛巾包裹均匀，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一步，然后就用到我们家的微波炉了。把我们家的微波炉打开，把我们的毛巾放在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就可以。加热1分钟时间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把微波炉打开，这时我们就不要用手去拿了，用手去拿非常热，我们用一个夹子夹出来，然后放在容器里清洗一下，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因为白醋可以轻松去除我们毛巾上的顽固油渍，包括钙、镁离子。毛巾上非常硬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的水锈，水中的钙、镁离子
再就是我们脸上抹化妆品用的化妆品的残留污渍，是非常硬的东西。毛巾多久更换一次？很多人的毛巾直到用的有点破洞，还没有想过更换，总觉得洗一洗还能用。其实毛巾正确的更换频率应该是3个月，如果超过3个月还没有更换毛巾，毛巾里面就会滋生大量的细菌，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。除了毛巾中会产生大量的细菌和污垢之外，摸起来也会黏糊糊的。这样的毛巾大家如果还是坚持用，难怪身上总是干痒泛红。我们用来擦脸的毛巾，建议1个月更换一次，而我们擦拭身体的毛巾，3个月到半年更换一次即可。但像毛巾、枕巾这样直接接触我们脸部皮肤的，最好还是单独清洗，不要和其他的衣物混在一起，直接扔进洗衣机中，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细菌交叉感染。选择温和的洗涤剂，最好是无磷的环保型产品，避免使用含漂白剂或强酸性的清洁剂，以免损害毛巾的纤维结构。洗毛巾时最好使用温热水，高温会使得污渍凝固，难以去除，同时也容易使毛巾的颜色褪色。手洗时用双手轻轻揉搓毛巾，避免过度摩擦，以免损坏纤维。使用洗衣机时，选择轻柔洗涤模式。另外还有一点注意的，我们在洗好毛巾之后，一定要将其甩干再去晾，否则的话，由于晾制的时间过长，里面的细菌容易滋生，就会产生霉味。而这种霉菌直接接触皮肤的话，也会让我们的脸部变得刺痒、红肿，甚至起那种小红点。在晾晒的时候也要注意，一定要放到太阳光底下，用紫外线照射，这样在有阳光且通风的环境下可以快速晾干。千万不要挂在卫生间阴干，因为在卫生间第一阴暗潮湿，接触不到阳光，第二在卫生间中还有马桶，这样也会将毛巾再次污染。毛巾尽量1周左右要清洗一次，毛巾1到2天就要清洗一次，而且在晒的时候切记要彻底晒干，这样使用的时候就能更加干净卫生。通过以上的方法和技巧，完全可以让毛巾洗得跟新的一样干净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尽量保持毛巾的清洁干燥，避免长时间潮湿存放，定期更换毛巾，并且遵循正确的洗涤步骤，才能让毛巾始终保持洁净、柔软和吸水性。希望今天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